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些政治人物鼓噪对华搞全面战略竞争，甚至挑动中美脱钩和对抗，导致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近来，美方再次上演麦克风外交。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防长奥斯汀曾3次提出与中国军方高层对话，但未获回应，试图将中美关系复杂化的责任推向中方。近日，《金融时报》援引数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中国军方3次拒绝了美国防长奥斯汀与军方高层通话的申请。报道还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2支军队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方对五角大楼的拒绝使得双边关系复杂化。对于这样的说法，《环球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中方一贯重视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高度重视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美国防长奥斯汀上任之际，中方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发出贺信，表达愿与美方接触交流、管控风险挑战、发展两军关系的积极意愿。中方也提议两国防长在方便的时候进行通话，释放了发展两军关系、加强战略沟通的信号。但美方无视中方的善意和诚意，没有顾及外交礼仪和国际惯例，对中方发出的贺信也一直没有回应，转而提出来和更高层级的军方领导人通话，这种做法既不专业也不友好。根据国防部网站显示，过去2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曾多次与时任美国防长埃斯珀通电话。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8月6号，魏凤和应约同埃斯珀通电话，双方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下阶段两军交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而自今年1月初拜登上台以来，包括防长奥斯汀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都没有与中国对等层级的军方官员进行面对面会晤或者通话。有分析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之际，美方主动通过国防部官员匿名的方式向媒体释放不准确信息，就是借麦克风外交向中方施压，制造出中美军事紧张关系责任归于中方的舆论效果，把责任推给中方。美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只能使得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事实上，在军方交往过程中，美方总想处于优势地位和中方打交道，并多次使出麦克风外交的招数。今年3月，中美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和防长通过访问日本、韩国对中方施压，并宣布在涉港问题上扩大对中国制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8号回应称，美方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拉帮结派对华施压的做法是枉费心机，也毫无用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这种分歧和危机管控尤为必要。美方呢，目前把这种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不畅，这个锅或者这个责任归咎到中国，所以他选择主动去爆料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要炒作说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不积极，而不考虑到美方在中美军事合作方面一些不妥的做法，或者是一些无理的要求。外界注意到，就在英美发出报道的前2天，美国海军接连制造了2起挑衅事件。5月18号，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穿越台湾海峡。5月20号，该舰又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对于美方严重的挑衅行动，中国国防部进行了强烈谴责。有观点认为，虽然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风险至关重要，但美国一边发起挑衅，一边又找中国对话，这些玩火行为令人难以相信美方的诚意。上周四，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声明称，全球疫情因变异新冠病毒不断出现而持续恶化，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6月4号至5号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香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自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包括中方代表在内的多国军事和安全部门代表通过对话会聚焦地区安全等热点议题，同时也会举行双边、多边等形式的会晤。本次对话会的取消也让中美军方高层在新加坡会晤的可能性消失，尤其是在台海、南海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外界对中美防长的互动格外关注，希望从中找到两国军事关系将如何发展的线索。包括美方的一些军事行动，应该说是恶化了这种中美军事合作交流这样一个氛围，使得双方之间军事合作交流目前看起来是不太顺畅。中美之间这种战略互信应该说是极为有限，而且目前这种战略互信在有所下降。那很显然，它会影响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美方不断挑衅，导致中美关系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对此，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国际政要，以及美国国内有识之士，多次在公开场合喊话，警告拜登政府不要一味与中国搞对抗。
如果中美关系恶化并导致冲突，那么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一切都面临危险。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抱怨中方拒绝其对话请求，那么您怎么看呢？主持人好，奥斯汀的对话请求呢，不仅没有章法，而且毫无诚意，中方呢怎么能接受呢？说没有章法呢，是他不顾外交礼仪和国际惯例，不与对等的这个中国国防部长来对话，而是要求呢越级与中央军委副主席来对话，还想高人一等。说没有诚意呢，是因为他呀首先忽略了中方的诚意和善心，不是你呢想谈就能谈了。现在，那么早在奥斯汀上任的时候呢，中方就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发出贺信，表达愿意与美国接触交流，管控风险挑战，发展两军关系这样一种积极的愿望。那么中方呢也提议两国国防部长在方便的时候进行通话，释放了两军积极沟通的信息。但是美方呢没有顾及起码的外交礼仪，对中方发出的贺信一直没有回应。现在呢他想对话，中方呢难道会有求必应吗？当然是不可能的。美国国防部长的姿态呢与这个美国政府官员呢他是一样的，总是居高临下。而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呢早就批评过，美国呢是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我认为呢，这次中方没有对奥斯汀的对话请求予以回应，就是呢要让美国的官员呢长点记性。只有呢把姿态摆端正了，只有按照外交礼仪和国际惯例行事，那么中美呢才有对话的可能。那么还有一点呢是，美方炒作这个中国军方3次拒绝美国方长对话申请，有嫁祸于人的嫌疑，好像呢在制造这个中美军事紧张关系责任在中方这样一种假象。最近几个月呢，美方是故意的超越中方设置的红线底线，在中国的南海、台海和东海等地不断的做出挑衅性的举动，增加了区域紧张。那么现在你美国呢真心要谈，愿意缓和紧张，那么呢就先做出个样子来，不可能呢一边派军舰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一边呢要假模假样的要求和平和谈。中国人呢对"道大一耙"这个词是很熟悉的。